我的天啊，这不是真的吧？这也太荒唐了！这是对上帝的亵渎。1990年的一天，一个办公室中，人们围绕在一起议论纷纷，他们有的疑惑，有的愤怒。令他们群情激愤的是刊登在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半个多世纪前，苏联曾经进行过一项颠覆人类伦理道德的实验——人猿杂交。虽然内容看上去很像是无良媒体为了博眼球瞎编的，但无论外界如何质疑，这却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人猿杂交这一实验是由前苏联科学家伊利亚·伊万诺夫教授负责主导，消息是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公布的，其真实性自然毋庸置疑。抛开生物学上的生殖隔离不说，试图将人类与其他物种杂交，不管是在哪个国家，这都是颠覆性的。这一实验的档案被公开后，迅速成为了彼时最为爆炸性的新闻。英国的《太阳报》曾经评论，伊万诺夫之所以从事这样不道德的实验，是要为前苏联创造强大的变异猿人军队。还有一些人认为，其实这就是一个可怕的阴谋。伊万诺夫是一个完全丧失了理智的狂热科学奴隶。这个实验的主导者伊利亚·伊万诺夫出生于1870年，成年后考入哈尔科夫大学。1896年，伊万诺夫大学毕业后，前往法国继续深造进修。回国后，他直接进入位于彼得格勒的皇家实验医学研究所工作。伊万诺夫在动物人工受精领域是非常出色的专家。当时俄国农务业急需先进科技改善落后的情况，伊万诺夫自然备受政府关注。同时，对于他的一些研究，政府也给足了支持。1929年5月19日，苏联科学部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实验决议草案，这份文件就是伊万诺夫教授的实验计划。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开始，苏联也还没有与西方各国进入冷战。这项计划也并非传言中绝密的实验，如果真的达到了那种级别，那么实验的文件将永远不可能公之于众。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文件上详细地记载着这项实验的批准过程。伊万诺夫教授起草了实验计划书，而苏联政府批准了这项计划。据这些保存的资料显示，在进行这个计划时，其实有着详细的附加条款。这些条款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伊万诺夫所进行的杂交实验不但可以在猿和人类之间进行，也可以在不同种属科类之间进行。第二，如果在实验中有人类女性参与，那么当事人必须知道详情，并且签字同意。当事人在实验过程中要被隔离，不能随意外出。第三，无论如何必须保证实验室的安全性，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这一点。第四，考虑到实验数据的精准性，不能只有1、2例实验，项目组应该多找女性和其他志愿者参与进来，总人数不能少于5人。如果是现在，不要说人和动物之间的杂交实验，就连其他物种之间跨物种的杂交实验，许多国家都制定了法律严厉禁止的。不过在那个时代，其实伊万诺夫的实验算得上是半公开的，而且在获得政府的支持后也拥有了合法性。那么伊万诺夫到底是如何进行实验的？他成功了吗？世界上是否已经诞生过人类和其他物种杂交的新物种？这一切问题的答案还是要从公开的资料中去寻找。1927年，白俄罗斯的一本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伊万诺夫教授在苏呼米猿猴繁殖基地进行的实验，也就是人猿杂交实验。伊万诺夫教授认为，跨物种杂交实验可以从关系比较密切的2个物种之间开始下手，通过人为打破生殖隔离的方式，从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生物。毫无疑问，伊万诺夫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他的这些想法很快就付诸于行动，而且他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伊万诺夫和他的研究团队先后创造出斑马与驴的杂交种、欧洲野牛与牛的杂交种，以及各种老鼠、兔子之类的啮齿类动物的杂交种。在动物身上取得成功后，伊万诺夫也越来越大胆。1920年，伊万诺夫按耐不住心中的渴望，开始进行人类和猿杂交的尝试。刚开始进行实验时，伊万诺夫认为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以人类男性和雌性猿类为实验对象。他尝试为雌性猩猩人工受精，但他失败了，每一次实验都以失败告终。于是他打算转换方法，采集雄性猩猩的分泌物，为人类女性进行人工受精。
为了让自己的实验更加顺利，伊万诺夫教授在1924年向政府提交了自己的项目计划。令他欣喜的是，政府不但批准了这一计划，而且还向伊万诺夫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1926年2月，伊万诺夫踌躇满志地带领着工作团队前往非洲，他打算在非洲寻找合适的猩猩，并且留在当地做实验。为此，他特意到法国待了一段时间，拿到了巴斯德研究所所长的支持。这位所长同意他在法属殖民地几内亚进行这项实验。不过，伊万诺夫教授并没有在几内亚发现合适的猩猩，于是他不得不回到了法国。再次返回几内亚之前，伊万诺夫还在为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工作。他一边学习如何抓捕猩猩，一边与其他医生一同展开了一种疯狂的手术，一种移植。这样的手术在今天看来特别轻率且危险，不过在当时还颇受欢迎。伊万诺夫以及其他外科医生主要从事2种异体移植手术。第一种是从健壮的猿猴身上获取睾丸切片，然后将之移植到人类的身上，据说这样可以帮助衰老者恢复青春的活力。第二种则是针对女性，就是将猴子的卵巢移植到女性身上，据说这样可以让年老的女性恢复到少女状态。这样的手术收费当然不便宜，在随后的5年内，大约300人接受过这类手术。当伊万诺夫觉得自己已经攒够了资金，万事俱备后，他再次回到了几内亚。这一次，他成功地捕获了一些健康的雄性黑猩猩，眼看着实验就可以启动了。但是伊万诺夫却始终无法找到愿意配合实验的女性。他在几内亚多次公开招募黑人女性当志愿者，但是没有任何人响应。伊万诺夫十分着急，生怕这个实验会就此夭折。于是他提出一个想法，打着体检的幌子，悄悄在黑人女性体内进行人工受精。不过他的这个想法被法国总督严词拒绝。眼见黑猩猩越抓越多，但是仍然没有女性来参加实验，伊万诺夫对此束手无策。尽管他心急如焚，但是也只能带着他的研究团队和捕获来的20多只黑猩猩回到苏联。此时的苏联政府依旧在支持他的实验，于是伊万诺夫在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选了一个地方，建立起杂交实验的基地。回到苏联后，他打着为科学贡献的旗号，再次开始招募志愿者。这一次有不少人响应了他。通过筛选后，伊万诺夫留下了5名年轻的女性加入研究团队。不过此时他的实验仍然有一个困难，被捕获的黑猩猩们由于不适应苏联寒冷的生存环境，不断死亡。最后可以用来做实验的黑猩猩只剩下了唯一的一头，它的名字叫做塔赞。尽管女性志愿者愿意配合实验，但是伊万诺夫没能得到任何一个杂交体，于是他开始寻求新的黑猩猩。1930年，一批新的黑猩猩按照他的要求送到了苏联。此时苏联内部政局动荡，伊万诺夫成了牺牲品之一。被苏联政府逮捕后，伊万诺夫不但无法继续实验，还被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这让他备受打击，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1932年2月，伊万诺夫因为生病在哈萨克斯坦去世。随着他客死异乡，这个人猿杂交实验也悄悄落下了帷幕。记得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少，而后人们逐渐将此遗忘。不过，自从1990年这个实验被曝光之后，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伊万诺夫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先后进行过数次实验，真的没有一例成功吗？还是说，成功的例子被故意隐藏起来了？这一点现在无人得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实验是不应该存在的。不少科学家都愿意为了科学研究而奋斗终身，有些人甚至会为了得出结果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追求科学结果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人类在进行科学实验时也不能忽略道德伦理。实验一旦成功，这些所谓的实验品有了生命，那么它们是否应该被当作人类看待呢？好了，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